好多鴨仔啊！哇，好多鴨屎添。今晚有一個黃昏嘅車隊，5點鐘開始嘅，係5點半開始應該係，話唔定會去出下車啦。如果早放工，如果趕得切。第一餐，睇嚟今晚唔會落雨，可以跟隊出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另一集嘅 Man on Wheels。而家係接近黃昏時間，大約5點半左右到啦。今日呢，我哋就會嚟一個 group ride， 踩大約47 km， 爬升有大概570 meter。啲風唔係好大，但係呢好翳焗下都。今日個感覺真係有啲似暑假。有大約一打車友到啦，人數啱啱好。咁今日嘅話題呢，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疫情之下咧，對我哋踩公路車咧造成幾多嘅影響。呢個肺炎咧都唔算係啲咩關注，直至到3月份左右。我記得我喺2020年嘅1月份咧已經開始有睇香港嘅新聞啦，就知道中國開始有呢個肺炎嘅爆發，開始封區啊，唔俾人出街啊。之後香港咧就開始有呢一個搶口罩潮啦，大量購買其他物資咁啦，可以話係提早俾我知道嚟緊嘅美國會將係變成點啦。當時美國咧一路咧由1月份咧，直至到大概3月頭、3月中度咧都係好正常㗎。啲人咧又唔戴口罩啊，又冇話要保持距離啊。啲人嘅心態就唔覺得呢個肺炎會過到嚟美國呢一邊咯，所以大致嚟講咧，生活咧都係好正常嘅。直至到3月尾，政府咧就突然間咧就話爆得好犀利啦，要開始封關、禁制令啊，全部唔係必須嘅鋪頭咧同埋嘅 service 咧都要閂門啦。臨實施咗前幾日咧，啲人咧就開始傻咗咁樣去買嘢，乜都搶啊，水啊、廁紙啊、搓手液啊。我記得好多人呢都等咗好多個鐘頭喺超級市場先買到嘢。之後禁制令實施咗嗰2個禮拜呢，個世界真係好似停頓咗咁。出邊啲街唔單止冇人冇車，大部分人真係冇出過街。咁作為一個車友，特別我住喺啲咁偏咁郊區嘅地方，出邊呢，喺個疫情之前呢，本身都冇乜人㗎啦，可以話動物仲多過人，所以呢，我就冇乜點樣擔心嘅一個人出去踩車，因為出邊更加靜，個感染機會呢，可以話係少到0咯。咁我圈子裏邊所識嘅其他車友，大致上呢都係同我嘅諗法一樣啦，當時都係一個人踩咯，變咗。或者留喺屋企度室內踩啦，直至到個禁制令消除咗之後呢，啲餐館呢就開始慢慢開返啦，但係呢，只係做呢個外賣嘅生意，唔俾你入去食嘅。但係個疫情個 case 呢都係好高嘅，仲係，所以上年好多單車活動呢都取消咗，或者變成呢一個網上嘅版本。當時我車隊都完全禁止所有嘅群組活動，都停咗好多個月下。我記得之後第一個群組嘅活動呢，係大概7月份嘅，即係話佢哋都刪咗大約4個月到啦。由嗰一刻開始呢，我哋就實施咗呢一個新嘅報名方法啦，就包括要填晒你嗰啲行程嗰啲歷史啊，即係會問你啲問題，例如你有冇嗰啲類似嘅症狀啊，呢幾個禮拜內有冇去過邊度出國啊、過州啊，同埋要同意話，如果你真係之後染上咗肺炎呢，你就一定要通知車隊裏邊嘅領隊，方便做呢一個 contact tracing 咯。同埋每一個群組踩嘅活動呢，都縮細到12個人以下嘅，車同車之間呢，就最好保持呢個2米距離咯。你可以選擇戴或者唔戴口罩咯，但係一落車嗰一刻呢，就一定要戴。特別如果你要去嗰啲鋪頭度啊，補充你啲水啊、食物嗰陣時，我記得我開頭第一個 ride 呢都嘗試過戴住口罩嚟踩嘅。
我就發覺係真係好辛苦，透唔到氣。特別你一出汗嗰陣時，個口罩都會濕晒咁樣。跟住之後呢，我爬完第一個山之後呢，我就放棄咗啦，我就即刻除咗落嚟，因為根本就冇可能透到氣嘅。咁上年一路都係咁樣 keep 住圍內嗰班人咁樣踩咯，踩咗好幾個月之後呢，就入冬啦。然後大部分人呢都開始留喺屋企室內度踩，全部上晒 Swift。去到11月份嗰陣時呢，因為聖誕假期開始呢，啲 case 又開始上返去啦。嗰陣時呢，我都以為會有呢個機會再次封城啦。但係好彩之後1月尾選舉之後呢，個疫苗呢就開始推出啦，跟住就越嚟越多人接種呢個疫苗啦，啲 case 呢又開始落返啦。如果你中意踩單車，特別係公路車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呢一個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下一條片嘅 upload。如果你本身已經訂閱緊我哋呢個頻道，又好中意我哋嘅單車內容，請你考慮下支持本台嘅發展，去報名做呢個 Patreon。裏邊唔單止有更加多與單車有關嘅題材，有好多幕後嘅短片，同埋其他嘅着數，專係俾 Patreon 嘅 member。OK， 咁講翻現在啦，而家係春天2021年啦，我哋嘅車會呢，而家呢就多咗好多群組活動 post 咗出嚟啦，大家依然要跟翻之前定落嚟嗰啲安全措施，都可以話係已經習慣咗啦。我本人呢就認為呢個疫情呢都會維持多一段時間。出邊呢就開始見到有啲唔同嘅單車活動啦，大型嗰啲咯，即係要報名俾錢參加嗰啲大型活動。但係個報名人數嗰個限制呢就細好多，又唔會俾你集體咁樣起步咯。佢哋話嗰啲補給站呢，又只係得嗰啲一樽樽嗰啲水啊，食物都係一包包嘅，好唔同以前啦。又冇嗰啲 support 嚟幫你維修單車，如果有啲咩事，所以呢個感覺係好唔同嘅。其實呢，就同你普通你拜尾咁樣同一班朋友出去踩，真係冇乜分別嘅。OK， 咁而家我哋問下其他車友。睇下呢個疫情呢對佢哋造成啲咩影響？你好啊，我想問下你，呢一個疫情之下呢，對你踩車嘅習慣有幾大影響啊？上年嚟講呢，就真係好似冇咗成個暑假咁，直至到去到尾嗰陣時，差唔多入秋呢，有啲領隊呢就開始 post 翻啲單車活動上去啦。但係咧就冇乜選擇咯，唔係我踩開嗰個 level 咯。咁今年又點啊？我見到個網頁多咗好多唔同嘅 post 咯，同埋咧嗰啲大型活動咧又開始翻嚟啦。你有冇諗住參加啲咩大型活動咁啊？有啊，我上個禮拜日先啱啱踩完呢一個 gravel 嗰個活動，好開心啊！好多人都有參加，但係唔係同一時間起步咯。我聽講今年佢哋咧又推出呢個鐵橋嘅 160K， 你有冇諗住參加啊？有啊，我報名咗啊，你會唔會去啊？我報名得太遲啊，佢哋爆咗啦已經，個報名開咗唔夠幾日咧已經滿晒。咁大劑，話唔定我哋可以偷你入去啦。佢哋又唔會叫你去 check in 啊，又唔會話俾個 number 牌你嘅。我覺得可以嘅都，不過個感覺唔係幾好咯。等我問下第二個車友先。Hello，你有冇諗住今年參加啲乜嘢單車活動啊？我今年一定會參加。今年有幾個活動呢，我都諗住報名參加嘅，就係喺呢個暑假尾嘅。因為呢，通常呢，如果我踩一個禮拜踩3日或者以上，我去到差唔多7月份、8月份先係最佳狀態嘅。
我已經接種咗疫苗噶啦，希望佢快啲開翻個關口，可以俾我去出國旅行啦。今年我想放一個真正嘅暑假假期。唔知道呢個疫情對各位觀眾又有幾多影響呢？不妨喺下邊留言同大家分享啦。希望你會中意呢一條短片啦，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。今集就講到咁多啦，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